就在想，真的会有大器晚成这种存在吗？还是说它只是一种安慰呢？换个问题，那就是稀有人格真的存在吗？也许它存在吧，但是感觉现在越来越少这样子的案例出现。我大概想了一下，感觉所谓的大器晚成，它可能是一种，比如说某些人用来做自媒体的手段，或者是一种传播，那句叫什么？自我安慰的心理诉求。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很 formal 嘛，大家都很焦虑，为什么我没有成功？为什么我没有得到，比如说比较好的一种生活待遇或者是工作待遇？那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这些理由可以是很多种载体呈现的吧。那有的人可能就会从这些所谓的理由当中获得一种心理安抚，说哦，我现在的状态只是暂时的，以后一定会更好的。我想起我之前看过的一部剧，这部剧叫做，我又忘记了，但是这部剧是一部 BL，不对，是一部 GL 电影，是电影还是影视剧来着？应该是影视剧吧。Anyway，忘了。就是我看完这部剧的感觉就是，资本这个东西，它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就在我把这部剧看完之后，脑海里面浮现的一句话就是：总有人在贩卖希望，而我们就是在这种希望当中存活的那些人。就像刚刚讲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自我安慰的叙事，所以才让我们觉得未来是有希望的。但我尝试去分析一下，为什么现在可能这种大器晚成的叙事，它会变得不那么真实了。就是我有一种感觉是，其实某一些所谓大器晚成的人，他一直没有成，也就是一直没有获得所谓的成功，他可能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怎么说？可能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原因导致他没有成，导致他没有获得所谓的成功吧。那这些原因可能就是，比如说第一层，他可能没有进入到一个能够让他撬动起自己的杠杆的领域，也就是高杠杆的领域。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可能是有实力存在的，但是他没有被当前的这个市场识别到。还有第三层原因，这个是跟外部没有关系，而是主要跟自己有关系的，就是他其实也知道他自己有极高的内在价值，但是他没有把它转化为外部价值，也就是转化为外部可以看见的东西。我刚刚就想到一些例子，比如说，其实我们的历史上会有一些画家，或者是类似的一些艺术领域的大师们，他们为什么在死了之后才
被大家所熟知呢？他的作品的价值才能够被大家看到呢？一个可能是因为他真的走在时代的前面了，没有人知道他当时的那些想法呀，那些著作呀，是在未来更有价值的，也就是没有所谓的伯乐识别出了这一匹千里马，这是一层原因。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就是他可能身边的网络，或者是身边的人脉，没有能够让他进入到一个刚刚所讲到的那个高杠杆领域的一个地方，被真正识货的人认识到、见到。那还有就是，有的人他真的就是纯粹在做自己的艺术，他不会想着说啊，我的艺术作品很有价值，我需要让更多的人看到，我需要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些作品的价值。可能有的人他真的就是一心在钻研自己的技术，所以没有考虑要把他的内在的价值，或者说存在于他身边的价值转化为一种大家可以看到的东西。这大概是我的一种及时的猜测。那我就想到，假如说真的有人他会觉得他其实还是挺应该被某些领域、某些市场、某些人看到的，那他可以尝试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这也是我目前在思考、在行动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思考、自己写的东西、自己做的东西，转变为一种可以被大家看到、被大家消费、被大家使用、被大家传播的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可能是音频啊，可能是就是音频代表播客嘛，可能是视频 vlog， 或者是一些文字文章之类的。这是一个层次，就是要把东西放出去。然后到了下面一层，就是要放出去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去选一些平台去承载这些内容。那这个平台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多个平台，就看你真正觉得你的价值应该存放在哪个平台上更好。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有的人真的很厉害，他能够把自己身边的所有资源都利用得非常非常的好。其实我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我身边是不缺乏人脉的，但是我不会或者说不擅长把这些人脉都用好。也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第三点，就是利用好自己身边的人，也不能说是利用，就是如果真的有需求，可以试着去求助，然后在这样子的行动当中，让自己距离那个高杠杆的系统、高杠杆的领域更近一些。比如说现在 AI coding 不是很火嘛，那如果真的能够用 AI coding 做出来一些东西，可以把它分享到开源社区去，可以把它分享到 GitHub 上面去，甚至还可以去找一些已经有建树的人去聊聊，他目前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在做什么东西啊，希望能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啊之类的。其实聊着聊着，我就想起一些事情，就是如果关注创投领域的内容，或者说创投领域的人的话，大家应该会知道，就是目前有一位，我暂且称他为老师吧，他在寻找一些非传统人士，然后去帮助他们创业。我接触到了他的实习生，但有个问题就是，我发觉他的实习生
在做的一些动作，在我看来好像不是那么的，高结果导向。就因为我之前在学校里面待过，我有去观察我带的一些学生，其实我会发现有一些学生他们的某个方面的能力真的很突出，很突出，但是呢，因为在这个系统里面成绩为先，成绩为大，所以只要你的成绩不那么 OK 的话，他可能在别的方面哪怕再突出也会被削弱很多。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你要被老师注意到，首先你的成绩好，其次你某方面能力特别突出，还有就是你跟老师的联系要不能说很紧密，但起码得有联系。那有一些学生呢，他的某方面能力很突出，跟老师之间的联系还算紧密，那他可能会被老师更加的注重，会被老师安排去做更多的东西。这个做东西呢，可能是为了帮他把这方面的能力给提升上去，也有可能是训练他某方面的技能之类的。但有些人他在某方面的能力特别突出，但是跟老师没有太多联系的话，老师是不知道他有这样的才能，有这样子的潜力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学生，可能就会，就是他的成长之路是他自己去走的，没有老师去协助他。那我由这个教育场域里面的观察，就会发现，假如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位老师的团队需要去找这些非传统人士的话，他们的战场不一定是在社交媒体上，可能是在某个线下的场域，要么是学校里、社区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兴趣领域、兴趣社区这样子的地方。我总觉得要找人就得去有人在的地方，但是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那些真正有潜力的人，他未必会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痕迹，因为他的潜力或者说他的所有的时间跟精力可能都放在做东西这一块了，那他做东西可能就没有时间去网上散发自己的，比如说写东西呀，然后告诉别人我做了什么东西呀。有的人他可能真的就是偏财，某一方面做得特别好，另一方面可能就会相应的弱一些。全才我觉得那肯定是有的，只是不会那么容易的被别人发现。所以如果真的要找某方面很突出，而且是一个不是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那种创业者的话，这个寻找路径或者说去哪里找，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东西。